如果我告诉你，1年前切尔西花4700万欧元买一个曼城的青训球员，而且还没有为球队上场过几次，你会不会觉得切尔西疯了？反正那时的切尔西球迷觉得俱乐部疯了，他要身体没有身体，要速度没有速度。俱乐部的这个签约让球迷感到非常迷惑，但他只用1个赛季的表现就打脸所有质疑他的人，盘活了切尔西的中前场。那么他是谁呢？他就是科尔·帕尔默。他外表虽然看起来笨笨的，但他在球场上的球商却非常高，以及他非常的冷静，看起来一点压力都没有。这期视频就来聊聊他的故事。他上赛季的突出表现让英超球迷感到非常不可思议，甚至连足球游戏公司都完全没有预料到。他 FC24 的游戏数值是66，来到 FC25 就涨到了85。虽然游戏里面的球员能力值并不能作为一个评判标准，但我提到这个是想告诉大家，他仅仅用1个赛季就从一支球队的青年球员成为另一支球队的核心，让切尔西有机会打欧协联的比赛，并帮助切尔西在上赛季不至于掉到联赛的后游。他是位土生土长的曼彻斯特人，作为这座城市的市民，你没有理由不喜欢曼联。小时候的帕默就经常和父亲看曼联的比赛，他自己也希望有朝一日能进入曼联的青训营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可是事与愿违，他的父亲觉得曼城青训系统更加成熟和更能帮助年轻球员。此时的曼联青训确实不如曼城，红魔的92黄金一代已经不复存在，从曼联青训出来球员已经大不如从前。因为这些因素，帕默的父亲为了他的前途，选择把他送去敌人的青训营。青训第1天，他就在曼城的球衣里面穿着一件曼联的球衣，在他心里，他永远都爱着曼联。他知道来曼城是为了自己的足球前途，也明白在这里会得到更好的锻炼机会。不是所有孩子都有机会像帕默一样可以选择英超豪门青训营的，只有那些有天赋的孩子才有得选。帕默就是这种有天赋的孩子。他天赋在球探报告里面不是速度，不是身体，而是他的球商。球商高意味着他可以观察和分析比赛时周围队友的情况，以及下一步自己在球场上要做什么事。帕默在这方面就是天才。提一个有趣的事，虽然他爱着曼联，但他在青年队的曼市德比里靠着自己的能力把曼联打得落花流水。14岁时，他周围的队友发育都非常的好，而他那时的身材还有点微胖，身高也不算高。俱乐部的青训教练组想要在他16岁时就把他放走，而青训学院的院长杰森在会议上就否定了教练组的决定，因为杰森看到了帕尔默身上的天赋，他在另一位同样类型的球员身上学到了这一点。他放走了现在在伯恩茅斯效力的大卫·布鲁克斯，他后来才意识到布鲁克斯的天赋，因为他当时还在留意学习这些小球员身上不一样的天赋，所以他当时看到帕尔默，他就不想犯一样的错误。他留意到了帕尔默在球场上的球商，所以将他留了下来。杰森并没有看走眼，几年后帕尔默的身高长到了1.89米，身材也适合足球运动员的标准。转眼间，他在曼城青训待了10年，而他已经成为曼城 U18 的队长。在青年的足总杯决赛上，曼城对阵切尔西，帕尔默打进了一颗绝杀球。他进球后露出球衣下面的一张照片，这照片是他曼城队友因为抑郁症自杀了，所以他用进球来纪念这位昔日的好友。教练觉得他可以留在 U18 梯队1年，理由是这样对他的发展有利。他也接受了这个建议，留在 U18 的1年里，他表现得很好。在他19岁时，他就直接跳过 U21 梯队，升到了 U23 梯队，并在21-22赛季曼城对阵伯恩利的英超比赛里入选了瓜迪奥拉一线队的大名单，在下半场替补出场，完成了自己在英超的首秀。他听完英超比赛后，马上去了 U23 的比赛现场。因为那天晚上曼城 U23 也有比赛，他就请求教练让自己首发出场，教练也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他在比赛中上演了帽子戏法，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了这件事，说他一天内踢了2场曼城的比赛。但即便在 U23 表现很出色，他也很难入选到一线队的首发阵容，只能在一些杯赛的垃圾时间替补上场，出场时间真的非常的少。如果你看当时的曼城阵容，你就明白为什么瓜迪奥拉没有多点用帕尔默，因为队中有中场德布劳内，边路有马赫雷斯、福登，即便帕尔默拥有能力，也没有时间上场表现，所以也不可能得到重用。他跟随曼城拿到了欧冠和英超冠军，但也跟他没有多大的关系。为曼城他贡献的太少，他在22到23赛季就想离开球队了。瓜迪奥拉知道了他的想法，他对帕尔默说，马赫雷斯要走了，你会有更多的出场机会。但帕尔默已经决定要离开，他对瓜迪奥拉说，不了，我不会在这里踢球，我想离开。瓜迪奥拉看他心意已决，就不再强求他留队。23到20赛季英超转会窗口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切尔西宣布了他们花4700万欧元买下了一位曼城的球员。当球迷以为会是哪位大牌球星时，发现原来是帕尔默。他们想必在心中发出了一句切尔西球迷有这种想法不奇怪。那时帕尔默在英超出场时间真的很少。他加盟后采访时说，我之所以加盟切尔西，是因为这里的规划听起来不错，而且我将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。他急需一个出场机会来展示才华，切尔西给了他这个机会。他心里也明白曼城给不了他这种机会。虽然瓜迪奥拉嘴上说会给他出场机会，但那个夏季转会窗口，瓜迪奥拉签约了边锋多库。帕尔默看到这笔签约就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出场机会了。他刚来到切尔西时，英超已经打到第4轮，他在切尔西的头3场比赛里都是以替补的身份出场，这3场比赛切尔西都没有赢球，但帕尔默替补上场表现算是不错，这让主教练波切蒂诺在联赛第7轮对阵富勒姆的比赛中让他首发出场，而这场比赛切尔西赢下了胜利，他的赛后评分排名全场第3。在联赛第8轮对阵柏林的比赛中，他继续首发出场，在这场比赛他打进了1球和送出1个助攻，帮助球队4-1赢下胜利。这场比赛也奠定了他这个赛季的首发地位。联赛第12轮切尔西对阵曼城，这场比赛被很多球迷评为英超23到24赛季最精彩的对决之一，这也是帕尔默第一次对阵自己待了10年的俱乐部，也可以测试他是否有能力和其他曼城球员较量。这场比赛双方打得有来有回，一方进了，另一方马上回进1个球。在中场补时第95分钟，切尔西获得了1个点球，当时比分是4-3，切尔西落后1球。那么主罚这个重要点球的是谁呢？就是他，帕尔默。他屏住呼吸，吐气，然后一脚爆射球门左上角，绝平曼城。进球后，他摆出无所谓的庆祝动作，来告诉曼城：你们不选择我，我根本就不在乎。在联赛第31轮对阵曼联的比赛中，他上演帽子戏法；第33轮对阵埃弗顿，他上演大四喜，这让他的进球数在射手榜上飙升，一度追平哈兰德。整个赛季下来，切尔西的排名只到了联赛第6，但这个赛季切尔西最大的收获就是帕尔默。他取得了22个联赛进球，并获得英超银靴，他也获得切尔西队内的赛季最佳球员。他在切尔西的第1个赛季完美的谢幕了，因为这些表现，他能跟随英格兰出战24年的欧洲杯。只是整个欧洲杯，帕尔默都作为替补上场，毕竟这届英格兰阵容非常的豪华。欧洲杯几场下来，球迷看得出来，首发的福登表现并没有替补的帕尔默好，这让球迷质疑主教练的用人选择。毕竟帕尔默上场之后，肉眼可见的盘活了整个前场进攻，他的创造力在几场欧洲杯的比赛比福登更出色。英格兰凭借索斯盖特的命运属性，成功打进欧洲杯决赛。决赛中，帕尔默下半场替补出场，当时英格兰落后西班牙1球，他刚上场就为球队打进扳平比分的1球。可惜的是，那场比赛英格兰还是输给了西班牙，但你能看出帕尔默为球队的贡献。论名气，帕尔默没有福登、贝林厄姆人气高；
论实力还要看未来的表现，不能只凭一个赛季的超神表现来判定。今年英超新赛季，帕尔默又上演了大世喜，还获得了9月份英超月度最佳，现在已经成为切尔西绝对的中场进攻核心，身价已经飙升到9000万欧元。现在英格兰中场球星真的非常的多，就让我们一起留意帕尔默这个赛季的表现吧。以上就是帕尔默的故事，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，请点赞分享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